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本频道改成99度C。那 Ferro Design 它发表了两款机壳，分别是 Torrent Compact 跟 Torrent Nano。其中 Compact 的版本依旧保留前面两颗180mm的招牌风扇，但体积从原本的将近70升变成46升，可能是 Ferro Design 发现小了1/3之后，最大的 ESD 主机板还是可以装，毕竟 Torrent 原本实在是太大一个了。那这个机壳我找时间再跟大家开箱介绍一下。这次主要是要讲 Torrent Nano 这一款34升的 G58 ITS 机壳，那因为它的架构跟我之前开箱的 P200A 类似，我会来聊一聊这种 ITS 主机板巨无霸的一些想法，然后来跟大家看一下我 P200A 的气能配置，但是之前双水冷的延伸配置。Torrent Nano 跟 P200A 比起来，长了9mm，宽与高分别多出了17mm。前面板的部分 P200A 有2颗14公分的风扇，对比 Torrent 只能装一颗18公分扇，那你用面积公式算一下，其实并不会比较少。但两者都可以塞下 D15 这一种最大的气能，但我实测下只能装一颗风扇。但自己游玩下呢，显卡的温度大概热点没有超过85度，这跟我之前用开放式机壳几乎相同。比起 A4 这种小壳来说，至少好了大概5度左右。两者一样是上置式的设计，但之前开箱 P200A 的时候我就讲过，它是 ITS 中的 Torrent， 然后正牌 Torrent 就出了 ITS 的 Nano 版本。那这个架构我想以后有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趋势。但为何电源供应器从早期的上置又换成下置，最近又改了回去呢？为什么它会变成 Torrent 系列的配置？简单来说，以前的风扇因为不多，然后也不热，索性就把电源供应器当成唯一的排风扇在用。但后来因为系统风扇越来越多了，没有必要让电源吸热气，所以把电源改到了下面。但最近会开始加回去，主要是因为显卡它实在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烫。为了要让显卡完全的吃冷空气，把下面做一个镂空。最快的方法就是把电源供应器移开，反正现在大家的电脑常常都配850瓦到1000瓦的电源供应器，吸点热气，反正它也没有全功率运转，可能部分玩家也可以接受。那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，再让我知道一下。目前萤幕的解析度与更新速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，像 G9 5120×1440，它刷新240赫兹。这个资料量已经是 1080p 的 14.2 倍，那在半导体的制程速度趋缓，未来显卡耗电量看不到减慢的趋势，我想这种超大的 ITS 出现应该会越来越多。那不过这种巨无霸的 ITS 其实已经跟 SF 电源的 NATS 机壳其实已经相差已经越来越小了。像火鸟科技的小巨蛋也是31升，对比 P200 跟 Nano 的30升与 34.6升基本上是一样的大小。但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因为毕竟 NATS 主板它基本上是可以降低玩家选购的成本，即便现在显卡已经3槽卡林立，但因为它毕竟是4槽，可以多一个给 M.2 转接或者是无线网卡。个人是主要专注于 ITS 配置，不过之前的投票62票中还是有 15% 的玩家不足 ITS， 所以这边分享一下 NATS 机壳跟大型 ITS 机壳的参考比较。那今天的影片先到这边，那有什么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那我们就下次组装见咯，拜拜。